Hello， 小伙伴，大家好！这期大飙车呢又回来了。那我们身后呢依然是这台10万元的，我们老百姓啊，真的可以说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买得起这种大众型的 SUV。那上集呢跟大家跟着冰块玩这辆车啊，相信大家已经对这辆奇瑞瑞虎553呢已经了解很多了。那我们这期呢主要还是围绕试驾这个环节，看看在大冰块眼里，那这辆10万价格的奇瑞瑞虎553，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外观呢，对于大冰块而言呢，还是老话啊，见仁见智。那上集呢也说过了啊，也是见仁见智话题。那大冰块也是提了一个非常不喜欢的，就是卤素大灯。当然呢，还是有改装的潜质的。但对于外观啊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年龄的问题啊，就是18岁嘛，就对这种镀铬的材质啊，真的是不太感冒。那哎呀，多说无用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因为你喜不喜欢呢，它就在这里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还是到后面看看这辆车后面它长什么样。那2.65米的轴距呢，的确也是符合这种小型 SUV 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参数。那具体后座到底宽敞不宽敞呢？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去聊这件事儿啊。那我们还是直接先看看后面，瑞虎的5X， 非常小的一个 X 啊。那右边呢写的是奇瑞汽车，那后面呢还是见仁见智。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它的尾灯设计的还是比较具有现代科技感的。好，那我们在上集呢跟大家聊了很多这里面的一些使用功能啊。那对于其实空间这一块呢，我的个人直接感觉啊，就是对于这种小型 SUV， 我觉得它的后部空间还是比较 OK 的，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面造型是比较直的，它并没有一个溜背的一个造型，所以说对于后面的储存空间而言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，因为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的小。虽然说呢，后面是支持这种4流式放倒，但是在不放倒的时候呢，后面的空间我认为还是比较 OK 的，就是一般的放200瓶酱油啊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啊。OK， 好，后面呢，跟大家就聊这么多，也的确没有过多的说的啊。其实后面的造型我会认为绝对比前面会好看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来进到里面看看这辆车里面它是什么样的，并且它是真的好开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车里面啊，就跟大家去聊聊这里面这点事儿。那我们在使用方面呢，上集跟大家已经聊了啊，2个屏幕，然后怎么去玩，包括这个非常反人类的这笔开关啊。那其实这个里面呢，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比较年轻化的，尤其是中央这一块，就这块的，虽然说它是一个塑料啊，但是跟整个搭配起来说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的。但是还是不同的啊，就是镀铬实在是太多了。当然这个呢，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，只不过大冰块呢会喜欢这种材质，但是不太喜欢镀铬。好，还是跟大家去聊聊这个材质的分布啊。那从门这边说啊，上面是搪塑的，那中央这一块呢是一个像仿皮的或者是仿碳纤维的，但是一个偏软的材质啊，这个材质很奇怪。下面是硬塑料，那这一块呢假的这种仿皮这种形式啊，搪塑的，但是它做了一个假的缝线，也是给整个造型里面呢迎托了一个略微高级的那么一种感觉。然后硬塑料这块是我这个比较喜欢的一个装饰啊。那下面呢这两侧上面一点点是皮革的，那下面呢是硬塑料，更多的都是硬塑料。那还是啊，就是我要吐槽一下镀铬。那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就会喜欢镀铬嘛，但是大冰块还是就那么回事儿。OK， 挡把呢造型也是比较 OK 的，就是比较顺手，摸上去以后呢，就是非常容易跟你的手去贴合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挡把的造型的。座椅啊，又回来啊，就是皮座椅，又是没有通风加热，没有通风加热的皮座椅就是耍流氓，是因为你冬天真的冻死啊，夏天真的热死。左右的包裹还是比较 OK 的，但是又是一个自主品牌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它会把座椅做得特别鼓。我发现真的很多自主品牌都有这种问题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改进一下。就是大冰块一坐起来，哇塞，好舒服的一个座椅啊，似乎还没有碰见过。就因为你后面是过鼓的这种座椅的话呢，会让你两侧的支撑就失效了，是因为你把你给顶起来以后呢，左右会有非常多的空间。如果它再做的内凹一点的话呢，你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啊。好的，另外一个吐槽的地方，我最不喜欢这个车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，大家看到没有 ？OK， 调节呢是在左侧，扒下去以后，仅仅是上下，没有前后。没有前后，其实大家可以去那种配置表去看一下，基本上
就是5万块钱上下的车型才没有这种前后的调节，就是这也算是一个省成本的一个体现嘛，因为可以前后动的转向柱，它的确成本会更高一些，但是我会觉得。也许你省下的是一点点的成本，但是对于一个整个人的坐姿来说，就是我会觉得不能调方向盘，简直就是对于现在的这种汽车生产来说，我认为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情了。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在10年前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辆车就好了，因为10年前大部分的车都是这种不可前后的调的这种转向柱，但是现在新的车型都是这种可调的了，这个我还是实在是不能接受。OK， 实在是不能接受。好，那前面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啊，那其实视觉上面感觉还是比较 OK 的。那使用方面呢也还算 OK， 但是座椅还有这个方向盘大冰块实在是接受不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到后面去看看这辆2.65米轴距的这种小型的 SUV， 那它的后面空间够用吗？还是电动座椅还是 OK 啊。好，大冰块的标准坐姿，我们现在去后面看一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车后啊，然后车内呢跟大家去看看后面。那功能方面呢就没那么可说的啊，就是4流放倒。说说老话题吧，这个位置够不够啊？2.65米的轴距，那前面呢我相对调了一个比较标准坐姿。其实我的标准坐姿啊，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靠前的，用我这种。坐姿，包括说我同样一个人去衡量一个车的大小，相信可以给大伙很多的一个参考。好，坐直，前面2全整，因为它的座椅还做了一个内凹的设计啊。如果说你想再往下一点，我只能说那对不起，这个座椅完全不给你这个机会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它这个座椅的下面，就是你屁股坐的这个位置，它是这样，它很低。它的座椅的后面的角度也不会过后的去靠，它是一个夹角，就把你给塞在这里面，就是你一坐就是这个位置，你很难再去改变另外一个位置。所以说你在一坐进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其实空间还是 OK 的，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它给你固定好的这个坐姿真的不是那么的舒服。这个是后面的一个情况啊，然后中央呢，几乎是没有鼓包的，这么高，然后中央的。座椅呢，还可以吧，还凑合吧，反正肯定是没有两边舒服嘛。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座椅给我感觉真的不是那么的 OK。好，那整体的后面呢，感觉基本上就是这样，就是2.65米的轴距，这种空间够不够用？够用。那只能说呢，不是特别的舒适啊。好，那我们聊这么多啊，还是把车开起来，看看这辆车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双离合 1.5T 的双离合，它真的可以改变大冰块对于自主品牌双离合的概念吗？我们现在着车，现在出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这辆奇瑞的瑞虎5X啊，瑞虎5X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开起来的感受。那还是老规矩呢，跟大家去唠叨一下一个纸面数据。那这是一台呢1.5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是一个自直列4缸的，然后配备呢是一个6速的双离合。那它的马力呢是147马力，那它扭矩啊是一个210牛米。其实因为这个车的整备质量呢是1.5吨上下，其实在这个所谓马力参数下呢。推动这个整车这个1.5吨的质量来说还是比较绰绰有余的。那官方的资料啊，它的显示是0至100加速是一个10秒的这么一个车型。其实10秒的车型呢，大家不用去追求啊8秒怎么样，其实10秒真的对于日常用车来说呢是完全够用的。那当然呢，对于大冰块而言呢，还是更关注一下平顺性。当然呢，对于这种自主品牌的双离合，我会更关注一下这种平衡性。那刚刚呢过了公司的门口那2个减速带啊，所以说呢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悬挂跟转向的这样的事儿。那这个车的悬挂给我的感觉呢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吧，就是你的确感觉不到特别多的一些所谓的毛病，但是呢还是会感觉在过沟沟坎坎的时候呢，它的震动比较大。那这个震动啊，不仅仅是悬挂带来这种震动，而是说跟整车的一个震动。因为它这辆车吧，虽然说我们拿着这个车是一个比较新的车啊，但是在开的过程中，尤其是遇见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，它
震动完了以后会搞到车里面一些其他部件的乱响，这可能也是自主品牌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装配工艺跟你的品控的确稍微的会差一些。当然呢，也是一个电动助力的转向，但是开起来呢也还是比较平均啊。就是虽然说这个是一辆 SUV， 但是在你开的过程中，你并没有特别沉重的感觉。这个是它的一个整个悬挂跟转向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不笨重，非常不错啊。当然说呢，包括它的油门跟它的发动机以及变速箱呢，也会是一个综合的感觉。起码说在转向这一块，在悬挂这一块不笨重，比较好开。这辆奇瑞瑞虎 5X 双离合在平顺度这一块来说，我是认为它做的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我当时一开这车的时候呢，对于它双离合，我还是特别细心的去感受了啊。它真的没有像我们之前开的那辆长城的双离合，它的那个双离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，就是像是一个在残废的左脚开的手动挡的车，因为它的半联动的状态，就是它的离合器捏紧的状态特别的长。那这辆车的确就是在这一点来说有很多的改进。比如说现在是一红灯，好，我停下来，我起步，大家看没有？我是非常正常的按照一个自动挡的车型的开法，抬刹车，踩油门，非常连贯。我只能说它离合器的贴合非常的快，所以说对于这辆车的双离合这一块，我可以给一个比较好的评价吧，就是哇塞，自主品牌也能调出如此顺畅的双离合了。哎呀，大冰块还似乎有点感动的感觉啊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它的双离合的逻辑调得很好，但是它发动机的逻辑似乎有一点点不够顺畅。其实很多日系车呢，会喜欢把前段调得比较激进，就是你踩一下，然后给你感觉特别有劲儿的一个感觉。那相对而言呢，德国车呢，可能它的油门的这种开度自始至终是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曲线。比如说日本车是一个什么感觉？你刚一踩，呼的一下，然后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曲线，然后让你感觉很有劲儿啊，然后再往后踩就特别怂。那德国车呢，你自始至终踩下去以后，它的曲线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曲线，非常平衡的曲线。但这辆车它的发动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你在一个开度，比如说绿灯了，我起步，油门踏下了2厘米，就是那样。大家看没有？就是前段的弱，并不是车是那种双离合半联动的状态，不是那会儿离合器已经贴实了，它在推你往前走，但是在后段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上扬。我的总结就是，发动机的喷油逻辑做的不是那么的精准，因为发动机虽然说你的缸体技术、你的包括一些硬件技术很重要，但是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就是它的软件的逻辑，它喷油的逻辑。其实发动机的这种逻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譬如说你在多少油门开度的时候，喷油量是多少，那你收油的时候，你在什么速度下它补油需要补多少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喷油逻辑。那这辆车其实更多的就给我实际的感受是什么？我真的有点回到了10年前自主品牌调教发动机那种感觉，就是当我把这辆车开起来的时候，我一收油，我甚至能够感受到它非常不连贯的补油的状态。就是你把车开起来以后，然后你收油，这辆车就是滋滋滋滋滋滋滋，就是那么一个跳动的减速，是一个非常就是老车啊，真的非常老的这种自主品牌。我10年前试驾自主品牌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，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不相信这个奇瑞竟然还会给我这种感觉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感觉。就是你油门踩下去，哎，这个车为什么没有走？但是你再等一会儿的话，马上就会有一个特别高的动力给你输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一个1752涡轮进入一个最大扭矩而带来的，但是我更多的感觉就是它的一个喷油逻辑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是一个比较顺畅的道路啊，我们还是看看这个双离合它的反应度怎么样。现在是60公里，转速是1500转，踩下去啊，很慢，就是并没有以往的双离合给来那种非常迅猛的啪啪啪跳3档那种，然后动力给你输出。就是
我刚刚70公里一脚油踏下去的那种冲击力，远远要逊色于我在起步时候我油门踏下去那一点点的那种推背感啊。就是这个车在开起来的过程中，它的发动机给你210牛米的这种所谓推背感并不是很强烈，就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动力。好，我们聊完了发动机跟变速箱还有传动这一块，就总的来说呢，如果说你对油门的这种敏感度不是很挑剔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台比较好开的车吧。然后就是刚刚我一直在开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偏离呢一直在误报，因为我始终是在一条线里面去开啊，它不停在响，简直烦人死了啊！算了，我先不关了啊，就先这样吧。胎噪很大，风噪呢现在是一个80公里，风噪不是非常的明显，但是这两边还是会有一些风噪在里面，但我会觉得胎噪的确会更大一些。发动机的噪音呢，如果不超过3000转的话呢，也是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说这个车的话，总体来说是胎噪是主要的一个噪音的来源。OK， 那紧接着呢就是一个油耗的表现。那这辆车呢，我们持续呢也开了一段时间了。那从我们录之前的节目呢，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这个试驾来说呢，我们中间也开了一个将近500多公里的一个里程了。那综合下来，我们中间呢当中也加过几次油啊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测试之后，因为呢我们还是希望把油耗做得更准一点儿，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参考意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会坚持呢，会多开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的油耗呢，基本上是一个9.5升到10升的这样一个油耗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准确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同事也好，还是我也好呢，会开着它正常的上下班，然后会走5环啊，会走4环啊，包括说走一些比较堵的路面。那跟它的工信部报的油耗呢，的确就是差得很大。工信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6点几升的油耗。那所以说呢，对于这辆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瑞虎5X，它的基本上的城市油耗是将近一个10升的左右啊。那好，今天呢，说到这儿呢，这个大冰块比较关注几点呢，就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油耗有点偏高，然后胎噪比较大，转向跟悬挂呢还比较 OK。那双离合器调的不错。那发动机呢有很多它调教上面的，我会认为调教上面的一些缺陷不是缺点，是缺陷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这就是这一辆车的一个在试驾过程中大冰块比较关注几点呢，跟大家所聊的话题。那今天的试驾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那我们之后呢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拆解环节，看看这辆10万块钱大家非常关注的奇瑞的瑞虎5X， 那它对工艺上面，对于底盘上面，包括说对于这种安全保护的意识，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呢？或者说它在我们的这个拆解范围之内，它是不是可以值得这个10万块钱呢？因为我们的确拆过很多所谓值10万的车，跟很多不值10万块钱的车。好，我们这期大飙车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，自己的车自己做主大冰块，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。那我们瑞虎5X的拆车再见。